说话，说我很好玩是吗？菲菲，别怪你爸，我是担心你处理不好眼前的这些事情，我才悄悄跟着你。我爸让你做什么你都做，是不是？你说。你爸把他安置到这家医院，是怕他醒后闹事儿。这儿的院长也是集团出来的，都是老朋友，处理事情也比较方便。我们打点王丹周边的那些人，又要摆平王丹的那些事儿。我们就是想给你一个最好的婚礼。为我好，为我好就把我当猴耍是吧？菲菲，你爸做什么都是为了你，跟他好好聊一聊。王丹的笔记，你认得吧？小1个月前，你跟王丹说不再见面了，他来找我和菲菲了一次。写下了这个保证书，说拿够了钱了就离开冰川。哎呀，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发生点争执，这王丹的手机就给摔了。这傻丫头啊，她就偷偷的把这个手机给拿回来了，想着修复了以后来偷看你们的聊天记录。那他这种人嘛，拿了钱那肯定离开了。事情都给你摆平了，你还有什么需求啊？好，外人的事情说完了，咱们来说家事。小杨，我们对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？你们对我很好啊。实话，实话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还对我们有所保留啊？就像刘冰他们说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就像块招牌，我就像曹孟德。我再怎么注意，你再怎么懂事儿，难免还是会有风言风语，难免还是会有隔阂。不然一个女人也搅不起那么大的浪。您别说了，这事儿是我输什么输？叫爸。我这个人做事情，历来是看本质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明白。股份我找曹律师尽快转回来。还是没有抓住本质。你们还真以为是为了赵强那点股份逼着你们结婚呢？反了，我还要感谢这次股份事件呢，你们终于可以结婚了，这也是我一直期盼的。股份呢，你留着，将来在家里，在集团说话都硬气些。哎呀，小杨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呀，是有深厚感情的。那钱的事情可以处理，政商关系可以处理，男人那点事儿也可以处理。我们家做事的原则就是道义、感情。小杨，你爱菲菲吗？爱。菲菲，你爱小杨吗？哎，来，手给我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。你们两个，从此以后，谁都不许再耍小性子。做丈夫的要关爱，做妻子要宽容，好好的生活啊。
知道不知道人从楼梯上摔下去有多危险呀？幸好是受伤了，那要是嗝屁了，那是多大的事儿！你看看那愁眉苦脸的，你再愁眉苦脸，那倒霉事儿就追着你屁股后面来了。我要是你呀，就找个庙去拜拜去了，烧烧香。你跟我说想想死，锻炼我。不光是锻炼，也让你吸取教训，让你以后做事儿啊，不要那么逞能了。知道。老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逞能吗？为什么呀？就能够见证你的美好时刻。你现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我们那代人能闯出来，要有胆子和手腕。所谓攻城容易，守城难。不过我看好你，因为你身上流的是我老吴的血，还有你这个强悍的妈。哎呀！我答应过你妈妈，要把我们的公主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嫁出去。像咱们这样的人结婚，也是要演给别人看的。哎，趁现在没人，许个愿吧。和每年生日一样，结婚这次，我许了一个一样的愿望：老吴慢点变老，我快点长大。婚礼呢，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办，低调一点。咱们那些老朋友、老领导们在里边的包房摆几桌就行了，大厅呢就交给他们年轻人去办。媒体要注意，不能请，也不能进来。现在啊，能多低调多低调。这些事儿啊，都是菲菲自己操办的。菲菲长大了，她能处理好的。趁咱们现在能帮得动，多帮帮呗。等到以后帮不动了，那就看他们自己的福分吧。
对，蓬莱广场是我们蓬莱集团的项目。吴小姐，认识她吗？10月9日，这个女人开着车撞毁了蓬莱广场的石狮像，当场死亡。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，只有一个闺蜜一针见血地说过我是个孤独的人。当时我说你放屁，直到我婚礼前的这一刻，我才知道闺蜜是对的。我要结婚了，我该不该去？这种时候我只打给你一个人，我只是想听听你怎么说。你能不能就当做我在掷硬币，跟我说点什么？我以为自己把利益与情感分得很清，在这一团乱麻面前，我忽然犹豫了。老吴，婚礼正常进行。聊聊吧，别等警察都查清楚了，咱们一家人还蒙在鼓里呢。王丹不是走了吗？为什么要瞒我呀？行，坐。我们说的跟现实情况呢是有一些出入的，这事怪我没办好，有些毛糙。这样，婚礼的前几天，王丹找到菲菲，两人谈得很不愉快，结果发生了冲突。王丹摔了一跤，所以一直昏迷着。我后来到王丹的住处去打点他周边的关系。这是我在他床底下看到的，这是你和王丹的艳照，最重要的还有一本法律书。他就是想报复，也是我大意，没想到他醒了，结果出了那么多事情。林叔啊，把那些都烧了吧。好的，吴总。不对呀，就算是报复，他也应该来这儿啊。他去广场干什么呀？有一个事儿呢，一直没跟你们俩讲，是怕影响你们俩的心情。
牙筒那一推掉了王丹的一个孩子。医生为了保命，把他的子宫拆了。什么？你好好算算时间，应该不是你的。出这么大事儿，还让他们在这儿欢天喜地的办婚礼。一码归一码，这种人家结婚结的是2遍，下了大功夫。再说你又没证据，你怎么拦着人家？可是一个技巧，如果你想要查到东西，那就不能一上来就刺激对方的敌意。广场撞车，雕像底下藏尸体，这都是命案，警察会查清楚。但是王丹的伤瞒不住，大家可能都会受到牵连。与其3个人受牵连，不如1个人去。再说了，王丹这个事儿也不大，顶多算个意外伤害。我去。你去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刚出院。今天是你结婚大喜的日子呀，小杨，照顾好菲菲，照顾好家。一会儿曹律师和他的团队会上来给你们2个做培训，教你们怎么做，怎么说，怎么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。我去，爸，我去吧。你不能去，警察的办案流程我了解，咱们3个都要去配合调查的。我知道，但这个事儿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应该去。而且现在王丹不是重点了，这明显是冲我们集团来的。雕像里有尸体，这也可能是冲我父亲徐鹏来的。反正不管冲谁吧，都应该我去。怎么样，穿这身行吧？显得不刻意。你放心，你进去拖点时间，我和我爸会把白骨的事情弄清楚的。就是刚结婚，就又要分开了。别感情用事。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了再做，脑子要清清楚楚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走了。大哥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他不会回头的，只是做过培训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知道。小杨这孩子挺爷们儿的，比他爸强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。你知道你丈夫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吗？徐志阳，除了自己承认的意外伤害和医疗控制，这雕像里的白骨到底怎么回事？徐志阳会怎么样？我丈夫会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先别激动。好了，停一下吧，你出去休息。菲菲啊，其实很简单，
你就记住2点就行了。第一，你所有的行为是出自于对你丈夫的担忧；第二，你不想说了或者说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哭。情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。其余一切有我们呢。进来。都办妥了。按照徐志阳的说法呢，他和王丹发生争执，撞了王丹，导致其受伤昏迷。随后，徐志阳控制住王丹，摘除其子宫。王丹醒来，策划报复，把尸骨撞出来。但是吴总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向您请教。既然王丹想要报复徐志阳，那他为什么不去撞婚礼现场，反倒是去撞蓬莱广场的石狮子雕像，竟然还撞出一具尸骨？他是怎么知道雕像里有这具尸骨的呢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呀，孟队。这个问题应该问徐志阳。志阳，你用情感纠纷把事件焦点移开，我们利用这几天时间搞清尸骨的来源和王丹的意图，拟个方案，尽快把你捞出来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王丹的事我也认了，在我这儿顶多算是个情感纠纷吧。你知道雕像里有尸体吗？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建广场的人是你爸徐鹏，那你把我爸挖出来，你问他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调查了您女儿突然宣布结婚的前因后果，发现和蓬莱集团的发展历史有关。这么多年，名义上呢是您在负责整个集团的经营管理，但实际上背后的老板依然是徐鹏父子。既然集团出了状况，您也明知道徐志阳他的私生活有问题，但还是选择把您唯一的女儿嫁给他。我想知道，作为父亲，您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说，他们上一辈子就有恩怨，所以我爸现在要报复徐家是？小杨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管他跟菲菲结不结婚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私事，也是我们的家事。蓬莱广场雕像里面到底有什么，我是真不知道呀。你确定不知道？我知道我会告诉王丹，就算我知道，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把尸体处理掉啊？我会等这件事东窗事发吗？我会等一个定时炸弹爆炸吗？你丈夫自首之后这几天，你和你爸在干什么？蓬莱的太子爷在婚礼上被警察当众带走，冰川就这么大，流言四起，总要花点功夫去处理这些事情吧。你家管家赵天明呢？他重要吗？这几天我们通过调查发现，赵天明并没有去过集团办公室，也没有管过蓬莱广场的资料，而是去了医院，王丹住院的地方。他试图删除一段监控录像。我呢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商人，给员工打工，给企业打工，给社会打工。蓬莱能有今天，是赶上好时候了，要感谢这个时代。听说你爸前段时间复发昏迷过一次，糖尿病并发症，这和王丹有什么关系吗？表面上确实没有，但你爸这次昏迷是装的。你爸这次装病，你知道吗？
大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老板家的姑娘特别爱吃这个，但她今天有点急事儿，我怕来不及，所以想给你换一换。这是我多买的卤肥肠。行。哎，兄弟，我要是你，老板的事儿没办妥，就不急着回去。给他们父女俩单独聊聊的空间。好，您放心，饭菜我的人帮您送去了。吴小姐，你明说有点事耽误了。我们就在附近，你想聊聊随时。那手机给我。等会儿，雕像里的尸体你知道是吧？有些事情呢，水太深了，我跟志阳商量过了，你还是不要知道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这种杂事儿，我们来办就行了。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必须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雕像里的尸体呢，是一个工人家属，他刚好去工地出了意外，被那个石头砸了头。当时集团刚刚起步，你徐叔叔呢又借了一大笔高利贷，这个事情要爆开了，集团就完了。所以你徐叔叔呢就瞒着所有的人，给工人们放了个假，自己一个人把这事儿给做了。你当时都知道这个事儿吗？没有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那是条人命啊，爸。那些事情你没经历过，我跟你徐叔叔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人，都是被人被事推动往前走，没有回头路。提问。回答。吴国豪到现在都没动作，说明什么？他这人我还真有点看不懂。说明有一种可能性，王丹撞车跟吴国豪有关系，他在瞒着吴菲菲。那王丹醒来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在你们婚礼的前2天醒过来的，他跟我开条件，开的是非常的离谱。我要是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心情结婚呢？说点正事儿。警察还跟你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装病？警察说的话你也相信啊？他们是诈你的，当务之急。关键的是，知道尸体的位置，又让王丹去撞的人，他是谁？什么目的？他在哪儿？我们到现在完全是蒙在鼓里的。我饿呀，是。饿着点好，饿着点精神。师傅，你不总说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吗？一码说一码啊。哎呀，你盯着，我们一会儿且得等着呢，尤其是父女之间。半个小时以后叫我。好的。听警察的意思就是，你教唆的王丹，然后让徐志阳去顶罪，这样徐家就被一锅端了。真要是按照他们说的那样，我还用得着等20年？不管你徐叔叔做了什么事情，到最后
必须抗。我们家做事的原则就是道义、感情。喂，喂，想问我，请约一句。进来。老板，菲菲出去了，要跟吗？哎，算了，由他去吧。一个人做正确的选择不容易，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颠倒黑白的人。现在是法治时代，一切隐瞒只会作茧自缚。把疮疤揭开，你才能真正的保护吴先生，保住蓬莱集团。给我点时间行吗？如果我爸真有问题，我送他去配合调查。爸，我去找警察了。我给你看的录像是小杨被带走之前我们对他的培训，你看完就懂了。我跟王丹提出分手，他不同意。后来我们起了争执，他要打我，我就失手把他推到楼梯下，就昏迷了。有关雕像里的尸骨，你还知道多少？说话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呢？曹律师，现在开始第二关。好。爸，不是说好了我去吗？你是第一环。以我们对警方的了解，第一个自首的人，他们肯定会怀疑，所以我们准备了第二张牌。你自首之后，我们会逐步的把线索放出来，让事情看起来像是吴总恨徐家已久，因此教唆王丹撞车，逼你自首，一箭双雕，打击徐家2代人。警方的思路重点不是在王丹的意外伤害上，他们是非常想知道雕像里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快就会查到集团，查到我头上来。我去换你出来。不然他为……你听我说完。王丹是局外人，他去撞雕像肯定是有人指使他去的。这个人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还要干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很危险。只有我进去了，才能给你跟菲菲多争取点时间来应对。明叔在外面也会帮你们，
找到这个人。爸，还是为了蓬莱集团，活出我这老命去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杨，你别太有压力。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集团，不光是为了你爸，为了我，是为了菲菲。事实上，存在对王丹伤害的，只有菲菲。老爸替女儿去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嘛。小杨，你爸走了，我也老了，是该把集团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你现在是顶梁柱，以前我有什么做的不周全的，你别怪爸。哎呀，好了，男子汉嘛，抓紧时间，继续吧。为什么这些事情非要等到今天才告诉我？早点说不行吗？因为你演技不行啊，就你的演技，怎么能够把那些人搞定呢？你呀，外表坚强，内心太柔软。对不起啊，丫头，我是骗了你，但是我装病，不仅仅是想促成你跟小杨的婚事，其实爸爸老了，身体也不行，我要把你们推到前台，担起重任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你这叫老谋深算，用词非常准确。你还知道？对，老谋深算的啊！胰岛素泵，给买好了。哎呀，我闺蜜曾对我说，羡慕我有个90分的家庭。当时我说你不懂，有多少分的家庭就要承担多少分保护家庭的责任。可是我还是搞错了这份责任。爸，你说在那个年代，没有回头路的人是什么样的？这么多年了，时间有点久远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要守的不只是一个家，我要做的不只是女儿，不只是妻子，是一个为了守护珍贵的东西，没有回头路的人。吴小姐，您和您的父亲可以回去了。我爸和你们说，说了，徐志阳也说了，认为您父亲针对徐鹏，所以怂恿了王丹。但是我们可以走了。你们3个人只有口供，没有证据。徐志阳暂时以情感纠纷处理，他近期不能离开看守所。尸骨那边如果有新的情况，还是需要您父亲过来配合调查。吴小姐，照片上这个人，您见过吗？
了一个答案，孤身守在门外。心中锋利的执念，已将所有退路割断。蛛丝密布成网，每根都是引线。命运如刀，头顶高悬。你咽下多少无奈，亲手将门推开。该来的总会到来，你停下犹豫的钟摆。只有黑成人黑，才偿还